们哈萨克族就是马背上的民族，现在也在开坦克嘛，它就像一个钢铁巨兽一样，因为它需要很大的力量，就像我小时候骑马，它相当于就是我们哈萨克族人的一个翅膀，象征着不惧困难，一往无前。我是来自哈萨克族的马合帕利，奥利大漠不衰败，死磕到底不放弃。马合帕利1991年8月出生，哈萨克族，来自新疆木垒，全军守卫主战坦克连女指挥官，现任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政治指导员。从军9年来，他勤奋好学，熟练掌握12种武器装备，并自学了坦克和装甲车驾驶以及通信专业技能，所获荣誉不计其数，先后被评为全国经国建功标兵、陆军10大标兵，荣立2等功和3等功各1次。已经到这了，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连队带好，我要对他负责，我必须要对得起我这些兄弟。新兵的时候有一个女排长，她就说你就这点都受不了，那你在社会上又能干啥？我就觉得我真的有那么差吗？从体弱多病差点夭折到高考学霸，从大学生士兵到全师首个提干女兵，从国防科技大学再到全师首位坦克女驾驶员，马合帕利以勇毅坚强的性格，在人生中不断创造着奇迹。他出生刚刚10个月，就被医生诊断患有佝偻病、鸡胸和败血症，小年纪就要经受住多种手术带来的痛苦和煎熬，这些让马合帕利远比同龄人变得更加成熟和坚韧。我父母告诉我是，身上的血全部换了一遍，小拇指甲盖也自己就脱落了。从我记事起，我有一个药一直没有间断过。知道我得佝偻病、鸡胸以后，就要去做骨穿刺，因为小孩太软，脊柱都找不到，要把它弄成一个圈才能看到脊柱在哪，做脊柱骨穿刺。人生没有几个15年，这位哈萨克族姑娘却与病魔斗争了15年，但是要强的马合帕利学习成绩却一直遥遥领先。2010年，她高分考入西南民族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马合帕利参军入伍，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南疆军区服役，成为了一名戍守边疆的哈萨克族女兵。长吉军分区那边就在征兵，我就想试一试。刚来的时候成为了一名通信兵，负责这个接电话。一开始确实也是觉得很枯燥，跟自己的梦想的差距是比较大的。但是干一行工作，你就要爱一行，你真的把它做进去以后，还是有一些收获的。努力2字贯穿着马合帕利的一生，他就像一把永不卷刃的钢刀。新兵训练期间，马合帕利被评为最佳新兵，下连后获评优秀士兵，因表现出色提干。2015年，马合帕利被保送到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深造，在军校的试验训练基地，他表现优异，荣立3等功。毕业时，马合帕利再次主动申请到新疆军区服役，开启了装甲兵的军旅人生。开坦克一直以来是我的梦想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自己一直在努力。在一些同志看来，作为一名少数民族，又是一个女同志，走入一个男兵连队，我的日常起居和吃饭问题都难以克服，又怎么能带得好连队？2018年2月，马合帕利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。8月，他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。一个姑娘家到坦克连队来当主官，大漠戈壁，黄沙漫天，他到底行不行？质疑的声音充斥着耳边，因为这个坦克连清一色的都是男兵，一个女军官即将指挥一群男兵，这对于一群大老爷们来说，刚开始实在是难以理解。马合帕利深知，要想带好这支连队，征服这群爷们儿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实力说话。很多人都会觉得女孩子作为坦克分队的带兵人不太合适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自己都要始终以一个奋斗者的姿态向前冲下去，做好本职岗位，做到最高标准，这就够了。为了征服铁甲战车，当好坦克连主官，马合帕利开启了他的突击之旅。坦克驾驶训练从找不到启动按钮，到以满分成绩完成限制路考核，
他的手上长满了老茧。坦克通信训练从计步星频率到基础通信综合练习科目成绩优秀，仅用短短2个月，马和帕利就捧回了坦克驾驶和通信专业的证书，成为了全师第1个女性坦克驾驶员。边疆地区部队少数民族官兵众多，怎么让少数民族官兵尽快融入部队？怎么把优秀的少数民族官兵保留下来？解决好少数民族官兵的后顾之忧，这里面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。为官兵服务，围绕官兵急难的问题积极履职尽责，为官兵发声。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和帕利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。在这些年的全国两会上，他针对如何丰富高原地区军营文化、怎样加强边疆地区练兵备战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建议。在教室，他是经验丰富的教官；在演训场，他是雷厉风行的指挥官；在军营生活中，他主动为战友解决困难，官兵们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姐。这个纪念盘是空军黄继光联队所在营教导员、全国人大代表于海龙送给你们的。我们英雄侦察连一定会向黄继光联队学习，贯穿习主席。2022年3月，全国两会结束，马和帕利从北京回到了新疆军区，在海拔5300米的某训练场上，他为官兵们传达了两会精神，并给这支英雄侦察连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，来自空降兵部队的黄继光精神纪念盘。接到这份礼物，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向黄继光连学习，锻造一支过硬的战斗队伍。这顶帽子是海军沂门山舰的副作战长、全国人大代表杨洋送给你们的。敬礼！接受马和帕利第二份礼物的是新疆军区某部的女子坦克连。这群女兵平均年龄不到23岁，她们驾驶战车驰骋在沙漠戈壁，常年驻守在雪域高原。坦克车长王昭军激动地说：“这个舰帽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份礼物，更是一种激励。你们守好祖国的海疆，我们守好祖国的边疆，我们共同守好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我们定会将喀拉昆仑精神传承下去，苦练自身技能，不负人民期望。愿做一朵冰雪之花，纵使寒风凛冽，也要绽放自己的美丽。”马和帕利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姑娘，正像她名字的寓意一样，开在天山之上永不凋谢的花朵，象征着坚毅顽强。问及对自己的评价，马和帕利说：“战场上不分性别，不要叫我女孩，请叫我战士。”马和帕利认为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出色、最极致，这就是最美丽的。